拿战机去守卫学校。中立国谋求军力，企图摆脱外援的现状。革命机 Valve 设定和剧情解说。Splicer 战斗机 Z 型是吉奥尔装备的其中一款全领域型战斗机，该型战斗机全长约为30米，在高度上则为9.5米。这个大小与过去各国空军所装备的大多数喷气式战斗机相一致，但在造型和风格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一眼看过去就能感觉到这个 Splicer 战斗机 Z 型的造型非常奇特。不过仍可以看出，该型战斗机的气动外形是以高速机动为优先，为此采用了小展弦比的双三角机翼的设计。这种设计早在喷气战斗机时代就已经使用，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气动设计。但机身部分的体积比较小，基本上相当于常规战斗机的机头和驾驶舱部分，而驾驶舱采用了纵向双座布局结构，布局方式与传统双座战斗机一样，也就是前方座位为驾驶员，后方座位为武器系统操作员，相应配套的雷达等传感器也都在这个部分。如果遭遇到险情，驾驶舱的舱盖可直接抛出，从而方便飞行员迅速脱离战斗机进行逃生。而其他的装备，诸如动力装置和武装系统，则安装到了机翼这个部分上，而所配备的动力装置不仅推力强劲，还能满足在空天两个差异巨大的环境下使用。然后关于武器方面，在机翼前端位置各内置了一门柔性光束炮，该武器具有极高的射速，可以连续射击对敌形成密集攻击，并且机翼前端部分还做成了可伸缩的结构，在伸出后仿佛就像是手臂一样，这样就能不受机体的朝向影响，独立控制武器的攻击方向展开攻击。除了光束炮之外，在机体前后两个位置还安装有光束火神炮，作用除了辅助攻击之外，还可以抵御来袭的各种导弹。以这些武装配置就能看出 Splicer 战斗机 Z 型属于是空优型的战斗机，虽然能够空天两用全领域作战，但在对地攻击方面的能力有所不足，所以吉奥尔还装备了另一款战机，用来加强对地攻击能力，而这款战机便是 Splicer 战斗机 G 型。从外形上可以看到 ，G 型的机翼与 Z 型完全不同，使用的是大展弦比的机翼结构，而且机翼的体积占比要更大，使得 G 型在整体上更加接近飞翼形态。这个形态也是多数对地用的攻击机使用的形态。可以看到，在机翼上共设置了6个挂架，可根据作战需要选择安装不同类型的导弹，也包括对地攻击用的制导炸弹。剩下的武装与 Z 型一样，也装备有柔性光束炮和火神炮，能支持自身随时对敌展开空战。由此可见 ，G 型属于是多用途的机型，与空优的 Z 型进行搭配，就构成了吉奥尔的空中防卫体系。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2款战斗机都不是吉奥尔自主研发的装备，其真正开发的国家为环大西洋合众国，也就是 ARIS， 所以这2款战机也是 ARIS 的制式装备，在完成研发后就已经装备成军。这些战斗机有相当多的数量就部署在了大型战舰上， ARIS 以此作为平台，将军力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包括也使用了军事援助的方式，将这2型战斗机输送到了友好国家吉奥尔，帮助吉奥尔在没有军力的情况之下，基于这2型战斗机完成了空中防卫力量的建设。之所以吉奥尔要从 ARIS 引进武器装备，是因为来自北方的多尔西亚军事盟约联邦给予了巨大压力。该国拥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科技水平还是军队规模方面，均处在世界前列的位置，并且多尔西亚在政治上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侵略性，这就使得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吉奥尔不得不向另一大政治势力 ARIS 靠近，希望通过 ARIS 牵制多尔西亚来缓解自身的压力。虽然吉奥尔在经济和科技上比较发达，并且在政治上一直以永久和平为理念保持中立，但是由于缺少发展军力的原因，使得吉奥尔这个横跨印太区域的国家无法在国际局势进入非常时期，挡住来自多尔西亚的扩张。当多尔西亚数次侵犯吉奥尔领海的时候，吉奥尔均没有采取武力驱逐，反而总是以经济让利的方式来解决与多尔西亚的争端，以此尽可能避免将矛盾上升到武装冲突。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深知现有防卫力量无法挡住多尔西亚的吉奥尔便开始谋求发展军力来对抗多尔西亚。结果有一天，吉奥尔发现了外星生命体魔使的存在，然后在经过研究了以后，吉奥尔发现魔使拥有超越当前科技的巨大力量，于是吉奥尔便利用这个力量来发展新型机动兵器，打算以超级兵器来对抗整个多尔西亚的军事力量，从而保住吉奥尔不被多尔西亚入侵。在当今国际局势不断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吉奥尔便立即发起 VVV 计划，并相应建立了名为机关的秘密组织，来负责这个 VVV 计划的研发。还在吉奥尔戴森球宇宙殖民星77 Major 位置建立了专门研发新型兵器的基地。同时，为了掩人耳目而不被外界所知，吉奥尔将这个基地打造成了学校的模样，并将这个学校取名为校森学园。虽然校森学园表面看起来跟普通学校没什么两样，但学校里的老师、各种设施的工作人员，甚至77 Major 里的居民，都是带有吉奥尔军方身份的人员。至于学校里的学生，则都是经过调整挑选出来的实验体，专门为这个吉奥尔发起的研发项目服务。基本上整座77 Major 都是围绕这个研发项目而建立的，由此可见吉奥尔对这个研发项目的重视程度。很快，在校森学园建立3周年之际，机关组织成功完成了6台人形机动兵器的研发，而这些人形机动兵器均被吉奥尔赋予了名字 Valrive。然而，吉奥尔的计划最终还是百密一疏，相关 Valrive 的信息已被多尔西亚获取，很快就秘密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往了77 Major， 并且在地球上集结大量部队，随时向吉奥尔本土发动进攻，直接占领。于是，在 L. 埃尔夫的带领下，多尔西亚由5名人员组成的小队，伪装成学生，顺利潜入了校森学园地下秘密研发基地。同时，在戴森球殖民星外部的战舰派出了多架瓦菲组成的部队进行里应外合，强行突入了77 Major 内部。面对这个情况，吉奥尔早就做好了预防，部署了一支 Splicer 战斗机组成的防卫部队进行应对，并且在学校周围布置了大量的防空火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启动后展开攻击。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对多尔西亚的瓦菲构成威胁，加上己方战斗机的战斗力也不如对方，结果没有几个回合就被多尔西亚的瓦菲全部击落。随着外部的多尔西亚宇宙战舰也开始加入战斗，使得这场战斗上升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没多久，吉奥尔守卫部队因抵抗不利惨遭全灭，而在地球上集结的多尔西亚部队早在第一时间就发动了对吉奥尔本土的进攻。结果不到1个晚上的功夫，吉奥尔最终因实力差距过于巨大被多尔西亚攻陷，于是吉奥尔政府宣布向多尔西亚无条件投降。就这样，多尔西亚完成了对吉奥尔的吞并。不过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偏差，那就是校森学园的一名学生石稿情人启动了 Valrive 的1号机，加入到了战斗。虽然给予了多尔西亚部队重大的打击，但并没有因此将多尔西亚击退。就在战斗结束的时候，石稿情人一离开驾驶舱就被 L. 埃尔夫袭击，一瞬间就被刺穿了心脏，还补了2枪。然而已经变成魔使的石稿情人没多久就站了起来，直接对 L. 埃尔夫咬了一口。结果这一口咬下去，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石稿情人的意识就转移到了 L. 埃尔夫的身上，在占据了 L. 埃尔夫的身体后，还一度从多尔西亚手中夺回了 Valrive 1号机。之后，当 L. 埃尔夫了解到这些真相了以后，便立即做了个决定，打算利用石稿情人的力量来实现他准备已久的对多尔西亚革命计划。于是 L. 埃尔夫接下来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来让石稿情人与他完成契约，相互协助对方完成各自的目标。于是之后的一场与多尔西亚的战斗中，面对多尔西亚对校森学园发起的内外夹击战术，石稿情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也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依靠 L. 埃尔夫的力量才有可能战胜多尔西亚，拯救大家。就这样，他决定接受了 L. 埃尔夫的契约，然后在 L. 埃尔夫的帮助下，石稿情人抓住机会使出切腹大剑，直接一击就打破了战场的形势，从而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并解决了危机。而在这场战斗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石稿情人使出切腹大剑之前的那一刻，多尔西亚其中一架西迪亚尔级歼灭武装机抓住了攻击 Valrive 1号机的机会，但结果被 L. 埃尔夫驾驶的 Z 型 Splicer 战斗机阻止。由于这2型装备的战斗力差距过大，所以 L. 埃尔夫在第一发攻击之后立马使用特攻，直接就架机撞向了多尔西亚的歼灭武装机，成功为石稿情人使出切腹大剑争取了足够的时间。2人之间的完美配合，就这样打出了签订契约后漂亮的第一仗。